海湖庄园协议究竟是什么？最近财经新闻一直在讲这个。我是矿矿，来帮大家解析到底什么是海湖庄园协议，又跟重构全球贸易体系使用指南有什么关联呢？重构全球贸易体系使用指南，重点解析美元高估、海湖庄园协议与新贸易战略。一、美元高估如何削弱美国制造业竞争力？在重构全球贸易体系使用指南中，经济学者 Stephen Miron 直指全球贸易体系的一大核心问题：美元长期高估。这种现象来自于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，使得美国出口价格偏高，进口成本偏低，导致贸易赤字扩大，制造业外移。二、关税不只是保护主义，更是战略杠杆。Miron 提出一种全新角度的关税战略工具论，初步对进口商品加征 2% 关税，每月逐步提高 2%， 直到对方让步。目标是制造业回流与吸引外商设厂。这种方法不仅能刺激内需产业发展，也能强化美国经济自主权。三、海湖庄园协议，新一代国际货币协调机制，类似于1985年的广场协议。Miron 提议由川普政府牵头推动海湖庄园协议 Mar-a-Lago Accord， 目标是透过货币调整达成公平贸易，鼓励各国抛售美元储备，买回本币，对不合作国家课以美元资产税或惩罚性关税。这可能重塑全球汇率制度与资本流动机制。四、贸易政策结合国家安全战略。论文中强调，贸易政策与国家安全密不可分。享受美国军事保护的国家若在经济政策上不合作，将可能失去美方支持。这是一种结合军事与经贸的战略联动模式，与传统自由贸易思维明显不同。五、贸易战略的潜在风险。尽管这些新措施可能带来美国制造业复兴，但也伴随重大风险。他国可能对美国商品报复性加税，国际金融市场可能动荡不安，与盟友的外交关系可能遭到损害。因此，这套政策需要在实力与外交手腕之间谨慎平衡。美国主导新秩序的雄心。Stephen Miron 的建议不仅是一套经济政策工具箱，更像是一场重构世界经济秩序的蓝图。若海湖庄园协议成功推动，未来的全球贸易将进入以美国为中心的新格局，同时挑战当前以自由市场与货币自由流动为核心的制度架构。我是控矿，如果大家喜欢这种学术理论上的分析，请追踪我的频道，我会不定时为大家解惑。